AE is a 41 years old man working as a software engineer. One day he discovered the latest Anthropic release, Agent Skill. As a curious person, AE starts searching for skills all over the internet.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 installed over 300 different skills into his IDE. A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his brain. 好了，不玩梗了，我认真锐评一下 skill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作为业界三巨头 ，OpenAI 最擅长炒作 ，Google 最擅长算法，而 Anthropic 则最擅长开发。自从24年年底发布了 MCP 标准之后，25年的年底 ，Anthropic 又给我们带来了 Agent Skill 这个新概念。Skill 一发布，圈子里的大家就都知道，又一波 AI 开发的升级即将到来。其实 Skill 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很重大的突破，你甚至可以说它有点返璞归真了。它解决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用最少的 token 办最多的事儿？答案就是把提示词拆解，按照能力范围打包，互相保留指针，然后再实时按需导入，实现动态的提示词构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Skill 是目前那么多个 AI 应用的概念里最有机会成功的那个，因为它让我想起了 Maven、npm、crate、pip，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依赖管理。你可以骂现在的一些技术框架过于依赖，一个 Hello World 就要安装上千个依赖，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种积木的结构，才可以带来无穷的可能性。从技术层面上看，比起大模型、MCP 这些 ，Skill 被整合进到工作流的难度更低，可接受度也更高。咱们就说大模型，天天更新的 VS Code 到现在还得靠第三方插件来支持其他的模型，而 MCP 的整合则是更折腾。尤其是去年一连串的 MCP 安全漏洞事故之后，现在稍微专业一点的平台对于 MCP 的接入都加上了很多层的验证机制。我之前试过往 AWS 上面的一个 AI 服务接上 GitHub 的 MCP， 从查资料到生成各种密钥，搞了接近1个小时才搞好。而 Skill 则是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那就是完全本地运行。所有代码都在本地储存，所有指令都在本地运行，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跨网络通讯，自然也不会存在 RPC 漏洞之类的安全问题。我认为 Skill 的出现是第一次让 Prompt Engineering 提示词工程这个概念真正的像一个工程。而在此之前，我们对于提示词的使用更像是在做实验，因为还没有摸清楚大模型这个生物的特征，我们就在这儿给它一点点酸，在那给它一点点碱，然后再观察它有什么反应。而现在大模型对于 function call 之类的基本机制都已经稳定下来后， Skill 这种有结构、有规模的软件工程范式才可以真正的普及开来。对于我这种软件工程师，它的出现是一种契机，因为在大模型迭代的上半场，主角是那些算法科学家，上半场的那些概念我们看都看不懂，只能乖乖的当个用户。而现在进入到了应用落地的下半场，软件工程的理念会更加发挥作用，我们就变成了懂行的那个了。为了搞清楚现在的 Skill 生态，我找遍了互联网，收集了大约300个开源 Skill， 覆盖了文件处理、数据分析、网页生成、安全检测、项目管理等各个领域，全部都安装到了 IDE 里。因为现在还没有 npm 这种包管理框架，所以这些 Skill 还得一个个导入，略显繁琐。之所以要一股脑的把所有的 Skill 都安装进去，而不是用什么装什么，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用上什么 Skill。比如说，我们这里让 AI 去做一个完整的数据可视化项目，它经过对于需求的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设计方案里面就包括了需要处理 CSV 这个数据源，需要用 D3.js 这个可视化框架，需要用 Playviv 做前端测试。正因为我把什么都装进去了，这些我都有对应的 skill， 所以 AI 就会在系统提示词里面发现它们之后，直接去到对应的那个 skill 里导入相关的提示词和参考代码。那么假如下次 AI 出的方案里面还包括了要用 Excel 作为数据源，又或者它把可视化框架换成了 eCharts， 又或者它要用 Property Based Testing 做测试，我也不需要着急，因为这些 skill 也都被安装好了。这种按需导入的机制就决定了我们在安装 skill 的时候要遵守宁滥勿缺的原则，能找到多少就安装多少，找不到的就自己造，因为造这个东西比想象中的更容易。就像那些只有一行代码的 Node.js 工具包，你的 skill 也可以是只有一句话的一个 Markdown 文档。然后在此之上，你再去逐步的拓展你的 skill 的内容，增加步骤，增加可执行的脚本，补充更多的案例。比如我在前些天做了这个用来分析 CV 漏洞和各种漏洞事故的 skill， 在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找到官方报告，提取里面出漏洞的代码和官方解释，最后生成总结。后面我陆续的补充了更详细的拆解要求，在让他做分析的时候，也专门指出那些要关注的点，并且引导 AI 去做更有针对的解读。再后来，我还给一些步骤加上了执行脚本，比如在收集官方报告的时候，
我指定它用什么脚本去爬取网页，可以保证这个数据获取的准确性。后面有了这个漏洞分析的 skill， 在平时问 AI 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它就能给我更专业的回答。因为没有这个 skill 的时候，它就只会像播报新闻那样给我一个很笼统的漏洞分析。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我看来 skill 最大的价值是对输入的 token 数量有了可控度。因为在没有 skill 的情况下，你完全无法控制 AI 要花多少 token 排取多少外部网页，导入多少参考代码才会完成一个小动作。而在 skill 的基础上，你能够精确的控制每一个输入的字符。你如果想要更细致的操作，那你就多一点提示；你要想要它的输出更稳定，那你就多一些参考案例。反之亦然，你也可以在不影响输出效果的前提下，适当的削减一些提示词，减轻 token 的负担。最近我在粉丝群里面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 token 额度又没了，等的基础套餐完全不够用。我自己还好，因为我连基础套餐都不买的，专门挑那些免费来薅，要不然实在是耗不起。你就说 GPT、Gemini、Cloud 这些国外大模型，每一个烧的都是美元，而且一个个都是 token 吞噬者，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大胆的推测，以后 skill 的发展会有点像大模型那样，开始出现不同等级的分类，比如更节省 token 的 light skill， 提示更详细的 pro skill， 完全不差钱的 max skill 之类的。而像我这种羊毛党，就会用着免费的 IDE， 跑着最省钱的 light skill， 做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